这个内容就是想说这个粉丝问题啊。有人老是说我一开始我不知道什么叫饭圈，这个粉丝圈，真的，我觉得人嘛，喜欢谁，关注谁，把谁当自己的偶像，这是非常正常的。我觉得这个只要是不太过分，不太像那个前几年这个什么是刘德华吧，是刘德华一个粉丝，这个跑到了香港要见面，最后呢还要自杀什么的，还有他父亲，那个事儿弄得非常非常尴尬。我觉得人只要不昏迷到这份上，不执着到这份上，不偏激到这一份上，喜欢粉丝，喜欢偶像，做粉丝，我觉得没有什么坏处，对吧？有一种心理寄托嘛。但做这个粉丝啊，大家一定要有一种理智，那就是说，这种喜欢一定是喜欢偶像的优点，喜欢他的魅力，喜欢他的价值观不能盲目，更不能因为你喜欢张三跟李四有一定的竞争关系，那么你就因为这个就给他们的粉丝，也就是不同偶像的粉丝，不同偶像的不同粉丝发生这冲突，这是不应该的，对吧？这就格局太小，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优点，也有每一个粉丝喜欢不同偶像的权利和自由，所以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这个比如我们最近这个为了质疑中国演出协会惩罚劣迹艺人的程序正义问题，出现了这个张姓演员，他有自己很多的粉丝，那有别的那些优秀的流量明星也有粉丝，那我觉得为张姓演员呼吁，寻求法律正规的法律渠道，正规的法律途径，来客观的真实的调查他，给他一个客观的审理调查甚至是审判，那么对树立我们大家的这个价值观，体现程序正义，体现社会的大度包容温暖，是非常有好处的，是吧？你也不能因为你是别人的粉丝这个而故意的对这位演员实行不友好的一种态度，不友好的语言。我相信当然有的网友提醒我，让我说一说这个问题，我真不相信有那种现象，是吧？他喜欢别的偶像，他不至于对别的明星进行炮轰，进行网络暴力，我始终真的还不相信。但有的朋友就提醒我，确实有，还给我截了图，上一个就是骂张欣妍的，紧接着同一页就是捧那个的爱的死去活来的。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也有，但这样的现象我觉得不好，是吧？大家都是一种喜欢的自由，崇拜的自由，那么你不能因为你喜欢他而反对别人喜欢另一个偶像。这种格局如果不打开，就容易形成所谓的粉丝互撕，影响网络秩序，扰乱网络空间，给我们这个文明空间文明的网络空间带来麻烦，是吧？这一类的粉丝，我觉得你应该深刻的想，比如张景元这个事，如果不能有一个客观的、科学的、严谨的、合情合理合法的调查，在没有任何铁证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程序正义的情况下，就把它封杀，就把它全网暴力，甚至有可能导致
生理死亡，那你想想，你喜欢的那个偶像，他生存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他是不是也有可能在某一天也被迅速的打入冷宫，扣上帽子，对吧？有没有这种可能？特别是在没有违法违纪，单纯一个道德这个东西来扣帽子的。当然有的道德它是明显的公约良俗嘛，这种东西是很明显的。这个违法违纪是吧，大家都认可的这种道德观念，那你违反了，你违背了，你受处理，这是活该，罪有应得，是吧？就怕没有的事，空穴来风的事，甚至是别人恶意造谣的事，砸在一个头上，砸在一个人的头上，把帽子扣上，不让你有任何申诉、任何辩解的机会。那这样一个环境，每一个别说艺人了，每一个文化人，甚至每一个账号，或者将来能够扩大到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氛围，这样的文化，这样的趋势，难道你不担心吗？你不担心落到你自己的偶像头上吗？是吧？我们一再呼吁的是加强对娱乐圈的整顿，坚决支持清朗行动，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种行动啊，这个娱乐圈啊，有人就说了嘛，这娱乐都成了娱乐圈了。过去影坛、歌坛，是吧？都叫坛，很高大上。现在呢，许多老百姓都叫娱乐圈、影视圈，都成了这种东西了。所以这个老百姓对这种不良风气，娱乐圈的不良风气、不良现象，确确实实是恨之入骨。坚决应该来一场严肃的整顿，这是我举双手赞成的，还有网络空间的清朗行动，乌烟瘴气的东西太多了，太需要清理了，太需要正规化了，这都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但是对某些人的惩罚、惩戒，这个确实应该有一个规范，对吧？应该有一套操作模式，应该有一个让人知道的标准动作，这就是我质疑的根本。我没有为任何人洗白，更没有抵制娱乐圈的争论，我是极力支持的。我在这个人民日报民生杂志、学习强国、中国军网、国家广电新闻报以及很多我觉得很多的媒体上都发表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合格品项的问题，就是配合这场行动的一个标志，也是我一个内心的想法，所以得到了许多演艺人员的认可，他们大量的转发，是吧？我这一点我表达的非常明白。那么作为
中国演出协会实施了9次惩戒，这次由于有一个张馨元的问题，本来前面舆论这个争议就很大，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那些客观的声音、理性的声音得不到传播，反而全网一起攻击、一起谩骂，这个是非常想不明白的。就尽管今天这个舆论，我质疑中国演出协会这个舆论在微博上那么大的这个阅读量，包括其他社交平台也都展现了不少，但是你看有些媒体他就不能站在一个客观的公正的立场上来说一说这个事，谈都不谈，好像有一场瘟疫一样，好像这个话是不能提一样，不能说一样，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